股价4天4连跌，市值蒸发3.8亿港币。王一博不续约，传闻的杀伤力那真是炸穿了乐华的大动脉啊！关键乐华你贷款买下的乐华大厦时是4.8亿人民币，现在毛估值也就3.5亿元人民币上下了。王一博4天炸掉你一栋楼，实至名归了啊！电视杜华从热搜传闻到现在，也就回复了一句荒谬，迟迟没有任何行动，甚至王一博空降官宣，新代言宣发都不出来宣发了。肉眼可见，市场和股东信心持续流失，而乐华在内娱惯用的装死图、永不回应平淡风波的公关策略，好像在资本市场真没有任何作用啊！轮的双方还真是冰火两重天啊！乐华这边在11月6日至12日，股价连续4日下跌，4天累计跌幅达21.31%。这个王一博概念股的抛售潮噩梦，真像是被戳破大动脉似的，持续跌中，真有种凉凉的既视感。而舆论的另一方，王一博只是不出来露面罢了。目前看来，最大的影响估计就是因为合约时间没到期问题，一些复杂的影视合约啥的、演唱会啥的推动受点影响。毕竟他也出道11年，顶流6年了，个人咖位也好，演技作品、代表角色也罢，影响力都在是个这么顶级的商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财神爷。光这4天，王一博这边他代言的品牌方一个个该干嘛就干嘛，物料一个个比乐华拍的都好看，为他吆喝，顶奢高奢拿他镇场，还回签空降，官宣了一个新国际大牌的全球代言人，也让王一博的代言稳稳控制在32个品牌上下，继续称霸内娱商务圈。所以目前就算乐华给王一博的宣发，就像上半年王一博官宣海莉汉森那样，视而不见不参与，事实上也不影响王一博了。果然，当你价值够了，内娱所谓的雪藏逼迫艺人的方式，就算要雪藏，就这股价一泻千里的样子，看上去也是王一博在雪藏乐华啊。更何况咱妈主流官方就爱拿王一博打窝，前脚王一博15运会全民冲，气势如虹还没过呢，后脚人民日报就携手各大官媒，带着王一博又来代表中国青年力量了。最新正在巴西贝伦举行的 COP3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30次会议，让王一博来呼吁倡导低碳出行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不可或缺的青年力量。就连外网 China Daily 都在海外发布青年榜样王一博，以边救援穿山甲的巡护者刚上金鸡奖展演活动，转头长空之王就依然活跃在军事频道空军系列，手指一摇问就是王一博的雷雨太具有代表性了。其他的就算上映2年了，为若来剧粉也好，电影影迷也罢，因为戏里戏外白玉兰意难平抑，或者角色滤镜，每次有类似舆论新闻都还在为王一博说话。乐华和王一博看似携手上市，但个分手传闻，舆论烈火见真金，不就是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吗？而王一博走到现在，离家努力打拼了15年，最要感谢的是他自己不是所谓的公司，吃过的苦都是他的来时路，是他让自己地基够稳，每一步都稳稳算数的。你们说呢？让我告诉你王一博他带给了我什么。王一博曾经的这就是街舞，各种舞台还有电影，我一点都没有赶上，没感受过他2020年的街舞3带给内娱的震撼，没有经历过212年拍摄3部电影时的期盼，没有在23年看过凌晨1点多的无名，更没有机会去每周都会有的天天向上。但是就像陈耳导演用一眼的直觉和一次会谈，那么永远的敲定了自己的完美男主角，找到了自己的缪斯一样，我也在偶然间看了无名，找到了自己灵感与力量的源泉。但时间已经到了2024年，我在想，如果不是因为无名与一切社交 APP 结缘的我，可能至今都没有真正了解王一博的契机。也许我就是应该以这种方式认识他，打开电视机时偶尔出现在屏幕首页界面上那张帅气的脸。无名每次看到他，我都会停顿几秒，终于有一天打开了没有平白无故的相遇，缘分从这里开始。记得24年5、6月份，我疯了解王一博的时候，偶然刷到了陈耳导演的一篇专栏文章，
发表于2023年3月，内容大概描述了2022年电影《无名》7、8月的补拍，11月初和梁先生的相处，以及月底和一博在乌镇戏剧节的见闻。感受2023年的3月，无名已然大放异彩，收获了他能收获的一切。导演的焦虑大抵能够缓解，可我还是能够读出文章的字里行间，隐隐透着的焦虑不安，还有文艺创作者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我想那个过程必定是深刻磨人且刻骨铭心的存在。当然，因为我喜欢这种不需要华丽辞藻堆砌，简简单单娓娓道来的陈述，于是还是很有耐心地读了下去。读完后，我更相信源自一说，我不会随随便便刷到这篇文章。我看到了那个房间一直津津乐道的浪漫景象。2022年底，陈耳导演带着王一博戏剧节看话剧期间下起的那场南方难得会有的大雪的描述，也通过此篇文章解开了我当时的疑团。他写道，在长长的堤岸上，远远地眺望着多摩川的河水，他原本是枪毙他的。在瓢泼大雨之下，上海的那片芦苇地里，他原本也是在香港街头被割喉的面朝港口，躺倒在石阶上，就像是获得了对嫌疑人犯罪猜想的证据一般。终于尘埃落定，原谅我比常人要滞后许久的发现。自此，我窥见了一个故事背后的真相。重要吗？它解了我心中的疑窦，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但事实上好像也并没有那么重要。无名一部伟大的史诗级的电影，它的呈现已然足够完美，只是没有上帝视角的导演一定不会想到他当初所做的决定的重要性。彼时写这篇文章时，电影已然绝处逢生且大放异彩，一段缘分开启一段全新旅程，一个决定扭转整个局面，一次合作带来惊天逆转。与陈耳导演是如此，与我也是。王一博那个一下扎到我内心的演员，在无名中贡献了怎样让人沉醉的表演。时至今日，我了解他，至此他也伴随我度过了一个个日夜。前几天再一次和爱国朋友的聊天中，我说王一博活得那么热烈，他那么笃定自己的喜欢，而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他打趣道，你喜欢王一博呀？我不置可否，可我喜欢做什么呢？他说，你不是一直都在做吗？你可以写文抒发对王一博的爱意啊。虽然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两个一直都在插科打诨的混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是也确实点醒了我，每天都在乐此不疲，做的还不算是喜欢的事吗？是王一博让我更加正向的审视自己，就像陈耳导演用一眼的直觉和一次会谈，那么幸运地敲定了自己的完美男主角，找到了自己的缪斯一样。我也在无聊闲暇的空隙看了无名，找到了自己灵感与力量的源泉。王一博至此会蒸蒸日上吧，你是必不可少的，可能会晚一点，但有缘的人一定会遇到。喜欢你于晨光熹微，亦于月幕拢垂。